作为家居博主，实话实说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款小家电能够与电饭煲、微波炉相比。无论市场份额还是用户评价，与这两种小家电比起来，其他的品类真是弱爆了。比如各种清洁类小家电，像洗地机、扫地机器人、吸尘器等等。归根到底，清洁类小家电并非生活必需品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清洁类电器难以长红的关键所在。尤其是扫地机器人，根据小东收集到的公开数据显示，2024年我国的扫地机器人市场线上销量同比下滑 22.58%， 线下销量同比下滑 26.78%。这不禁让人发问，扫地机器人为何卖不动了？或许看过下面这5个原因，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1. 清洁效果一般。其实在大众的骨子里，什么清洁电器都不如拖把，都不如自己拖靠谱。这或许是一切清洁电器终将落寞的根源。扫地机器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放双手，但是其清洁效果却很一般，这一点是公认的事实。用户艾特一清朗，一拖个地越拖越脏，瓷砖上全是水印，污渍还拖不干净，还不如自己拖，自己轻轻一擦就干净的污渍也拖不干净。2. 特别是基站周围，每次搞得乱七八糟，手扫干净的全搞得脏死了。用户艾特糖豆，清洁液也是按照官方比例添加的，但就是扫不干净，拖布也换了新的。平时家里都是自己先用拖把先大概拖一遍，再用扫地机器人拖，拖完地面倒是挺干净，也没有灰尘，就是一步一个脚印。这是为啥？类似于上面这种负面评价几乎充斥着所有的扫地机器人品牌。显然，扫地机器人清洁效果差已经不是个例，而清洁效果不理想的它被用户最终抛弃也不是没有道理。2. 价格越卖越贵，3年翻1倍。如果稍微研究一下扫地机器人的发展历史，就会发现这种小家电其实发展了没几年，虽然发展时间短，价格却在疯狂上涨。这一点和市场规律背道而驰。理论上来说，某一个产品随着越来越普及，供需关系进一步饱和，价格会越来越低才对。扫地机器人却在一众厂家的推动下，标价越来越高。根据小东从中怡康数据公开的资料来看，2019年之前，扫地机器人的均价还是1500元以内，到了2024年，均价直接涨到了3210元。看好了，是均价，3年翻1倍，厂家们是真敢玩啊！从上面的数据表格中，其实也不难看出，去年我国扫地机器人的需求趋势已经下滑到了2017年的水平。谁的错？上游铜、铝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错，还是用户的错？但凡有点常识就会知道，这分明就是一众厂家们想进一步收割用户的智商税。价格是高了，殊不知用户们不买账了，这才是卖不动的关键。3. 难清洁扫地机器人，从最初的入门级普通款到自集成款、自清洁款和自清洁加集成款，确实越来越智能，越来越解放双手。事实真是这样吗？自己吸尘扫地，自己洗拖布，自己烘干，当真不需要人手参与？错了，哪怕是市面上4-5千元的扫地机器人，依旧还需要人手来参与，因为它真的是不耐脏，也真的是容易藏污纳垢。有网友给扫地机器人标出来了需要自己手动清洁的几个位置，这么一数，几乎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手动清洁，根本谈不上自清洁。说到底，厂家宣称的自清洁只不过是自己清洁抹布而已，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到虚假宣传的范畴了。本以为花钱买个贵的就省事了，啥也不用管，结果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，基站、清洁仓、毛刷，几乎每一个小部件都需要定期清洁，那叫一个费劲。网友艾特清清一啊，这样吐槽道。4. 维修率高。尽管有时候扫地机器人的工作也很顺利，但这种良好的工作状态大多数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，清洁水槽满、卡住、噪音等等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。和其他小家电相比，扫地机器人的损坏率非常高，即便是小毛病也会影响清洁的效果，主要是从损坏到报修，整个周期时间比较长，有些还需要返厂。这样一来，完全就是买了个累赘。5. 被其他清洁电器降维打击。由于扫地机器人的清洁效果确实不够理想，难以满足我们对精致家居生活的需求，所以它被用户淘汰，并不让人觉得奇怪。再加上一些新的清洁电器横空出世，可以说也对扫地机器人的市场形成了冲击。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洗地机。作为清洁电器的分支，洗地机的发展历史比扫地机器人短很多，但这并不影响它对扫地机器人的降维打击，因为前者的深度清洁能力可以说非常强。由于洗地机的原理是利用高速转动的滚刷与地面形成高强度的摩擦，进而达到清除污渍的效果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会进行滚刷的冲洗工作，因此在清洁重污渍上具备很强的优势。也正是因为洗地机的清洁效果是扫地机器人无可比拟的，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投入洗地机。虽然它并没有彻底解放双手，但看到清洁后的地面、地毯干净如新，似乎一切都值得。
当然了，不吹不黑，洗地机也有它自身的缺点，比如占空、不好收纳，以及相对来说略显笨重等等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洗地机的出现相当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让原本不可一世的扫地机器人受到了重创。在这里，小东也可以预测，倘若众多厂家们依旧持续抬高价格，扫地机器人在清洁效果一般、自身难清洁以及损坏率高的情况下，跌落神坛，被无数中国家庭淘汰，或许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庭中的家电产品也是越来越丰富。有些好的产品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，而有些家电我们自身并没有体验过，可能会被产品过度的宣传所误导，花了很贵的钱买到家里，用过才知道并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，完全就是鸡肋产品。其中这4个电器产品呢，表面看都有一定的功能和核心卖点，但等你真正使用上，可能就会发现体验感根本不好。如果你正在考虑购买的话，建议你能耐心看完，或许会帮助你省下一笔智商税。水槽式洗碗机，洗碗机在家庭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了，甚至很多年轻人结婚装修新房，洗碗机被列为厨房必备电器之一。不得不说，洗碗机确实可以提高现代人生活的幸福指数，从此告别亲身洗碗筷的烦恼，彻底解放双手。有了它，爱人之间的吵架次数都减少了。但真的不是所有的洗碗机都很好用，例如水槽式洗碗机我就不是很推荐。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水槽式洗碗机，多数是看中它不占橱柜空间，外形简洁美观，而且是上翻盖设计，洗碗洗菜不用弯腰，拿取也更加方便。但是水槽式洗碗机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，第一就是容量较小，一般只有6到8套，只能洗碗筷，大一点的锅具根本放不下，最后还得手洗，就失去了彻底解放双手的初衷。第二，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，占用了一个水槽位置，安装时台面开孔较大，而水槽式洗碗机重量大，运行时会频繁震动，对台面承重要求很高，时间久了会有掉落的风险。第三，就是维修成本高，万一哪天洗碗机坏了，就需要拆卸水管不说，连水槽都用不了了。小东建议，水槽式洗碗机缺点很多，价格却不便宜，市场上6套、8套容量的也要卖到5000左右，你倒不如一步到位买个12或13套嵌入式的洗碗机，才多花个1、2千块，洗涤效果和容量都比水槽式的好太多。壁挂式洗衣机，壁挂式洗衣机的主打卖点就是精洗杀菌功能，大多数人选择壁挂式洗衣机都是家里的孩子买的，为了分开洗更卫生干净。不过实话实说，壁挂式洗衣机虽然能够避免衣物混洗，但自身的缺点也蛮多的。首先就是安装，壁挂式洗衣机要求安装在承重墙上，不然墙面会裂开，还有掉落的风险，后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。第二，我们都知道精洗是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，目前壁挂式洗衣的容量只有3000克左右，难道你指望那么小的机器能有什么好的杀菌效果？其实现在好一点的洗衣机肯定要比壁挂式的杀菌效果好太多。其次，壁挂式洗衣机因为空间小夹缝小，排污结构紧凑，反而内部更容易脏，容易滋生细菌。还有，壁挂式洗衣机价格基本是2000起步，比普通的洗衣机还要贵，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小东建议，如果你真是个懒人，想用来洗内衣和袜子，不如就买个小型的落地式洗衣机，才几百块钱，用坏了直接扔掉换新的也不心疼。假如你是给家里的宝宝买，还不如买个波轮洗衣机更实际。洗烘一体机洗衣机是家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电器之一，对于很多居住在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，赶上梅雨季节天气，洗完的衣物可能晾晒10天半个月都无法彻底干透，对于这个问题很是头疼。那么在选择洗衣机时，更需要的是烘干功能。那市面上有独立干衣机和洗烘一体机，可能多数人会选择洗烘一体机。大家可能会认为，与其花一台机器的价格实现2台机器的功能，还节省空间不占地方，洗烘一次性完成，还免去倒腾的烦恼，无疑是最佳选择。其实洗烘一体机看似功能很完善，但缺点也同样明显。比如说，你日常烘干功能使用率很高，那么日积月累消耗的水电费完全可以负荷一台烘干机了。原因有3点：第一，一般家庭平时总要洗烘一些床单、被褥等大件的需求，而洗烘一体机通常烘干容量占到洗涤容量的2/3，也就是说，你洗完一桶还得拿出一部分衣物分批烘干，反而增加了烘干时间，变得很鸡肋。第二，烘干效果也不如独立式的干衣机。咱们都知道，市场上主流的干衣机大多采用的是热泵式烘干方式，在低温控制和衣物呵护和节能高效方面肯定更胜一筹。
而洗烘机目前还是传统的冷凝式，原理就相当于电吹风，烘干效果不均匀，而且烘干温度较高，耗电量高不说，还对衣物的损伤比较大。第三，也是购买过洗烘一体机用户诟病最多的一个，就是绒毛残留问题。目前洗烘一体机不少都不带绒毛收集器的，这就造成衣物绒毛进入烘道，除了会影响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外，也很容易积聚细菌，导致衣物二次污染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家里实在空间不足，预算也一般的话，可以考虑洗烘一体机，但需要注意机器是否具备自洁功能，其次必须是可定期拆洗清理的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更建议选择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，性价比更高。消毒柜市面上有独立式和嵌入式两种，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。其实消毒柜没什么特别复杂的高深技术，只要能满足消毒杀菌、清洁干燥功能就足够了。那些带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的，你可能永远都用不上。其次，消毒柜其实是家庭电器中闲置率最高的，一年到头可能也用不了几次，大部分家庭买回来也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碗柜罢了。因为平常家里就那么几口人吃饭，又不是在餐馆人多口杂的，需要每天消毒杀菌，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小东建议，有条件的不如直接买个带消毒功能的洗碗机，消毒杀菌，存储碗筷，还能解放双手，岂不是一举三得？干了20年的家电销售，来告诉你7大家电首选品牌的选购建议。1、电视，追求体验感，首选没有开机广告的，国外的有三星、索尼和 LG， 当然进口品牌溢价也高。国内的有华为、荣耀和雷鸟，其中雷鸟是 TCL 的子品牌，追求性价比，首选海信、TCL， 在画质方面都有自身过硬的技术支撑。小米虽价格便宜，但它是典型的广告机，而且故障率高，建议谨慎入手。2、冰箱，就国内的销量来看，推荐海尔、美的和荣升这几个品牌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，性价比比较高，质量和口碑也是有目共睹的，而且在净味保鲜技术上也足够优秀。比如海尔的 Deo 净味和足氧干湿分储，美的的微晶1周鲜技术，荣升的离子净味技术等。当然，进口西门子和博士也不错，但价格也真的贵。3、洗衣机，追求品质选西门子、博士和 LG， 其中西门子主打亲民路线，博士主攻高端，但其实国内机型技术方面都是共享的。LG 是直驱电机的鼻祖，在脱水找平衡方面也要优于其他品牌，但被网友吐槽售后方面不行。国内的性价比品牌选海尔、美的和小天鹅，小天鹅水魔方系列销量最高，核心技术也多，建议考虑首选。4、空调，中央空调首选30电机、大金和日立，作为中央空调的3大巨头，都有自己的压缩机专利技术，质量和品质是没得说，可惜都是日货，价格也略贵。国内挂机当然就是格力了，质量和口碑不用多说，故障率也低。美的这2年发展迅猛，线上线下销量一度超过格力，但质量确实不如格力，追求性价比的可以考虑科龙、华凌和奥克斯。5、燃气热水器，要说口碑和质量，还得看林内和能绿，毕竟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和老二，这2个品牌是追求品质的不二之选。当然，原装进口的百乐满性能也很好，但和 LG 一样的毛病，国内售后问题大，追求性价比的选万和和万家乐，它俩是国内的老燃气品牌了，技术虽不及日产，但胜在口碑售后好，价格实惠。6、电热水器，就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还是海尔和美的，常年霸榜前2。电热水器自身也没什么技术，所以品牌优势还是比较明显。当然 ，A.O. 史密斯是这个领域绕不开的品牌，毕竟是技术领先者，其中金贵内胆、金贵加热棒也是最优秀的材质，但品牌溢价也是有的。另外，质量均衡、性价比高的还有万家乐和万和。7、烟机灶具，这个领域的龙头品牌就是大家熟知的方太和老板，占据了市场60%的份额。不论是产品性能、品控和售后服务方面都做得很到位。当然，一线品牌的劣势是价格偏贵，特别是中高端产品线溢价高。家用电器是每个家庭都离不开的刚需，买对了可以提高生活品质，买错了不仅用着糟心，还会给生活平添烦恼。为了让朋友们在选购电器时少踩坑、少花冤枉钱，这一期小东就给大家总结5种正处在淘汰边缘的家用电器，有些是因为自身缺陷太多，有些是技术发展所致，不管是哪种原因，劝你捂紧钱包，别再入坑了。1、定频空调，现在正处在炎热的夏季，空调自然迎来了它的抢购高峰。对于近期有选购空调的朋友来说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市场上的定频空调越来越少了。
即使有在售的定频空调，也多数是进口机型，而国产品牌几乎都是以销售变频空调为主。虽说定频空调在价格上以及售后维修方面有一定的优势，但还是被市场无情的淘汰了。究其原因，还是自身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。首先，耗电量大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因技术原因，定频空调在运行中会频繁启停，势必会加大用电量。其次，舒适性差。虽说定频空调制冷速度快，但它在工作中会始终保持一个温度运行，因此舒适性也会大打折扣。另外，噪音大，用过定频空调的人都知道，当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时，它是通过压缩机频繁启停来调节温差，因此产生的噪音声会很大。相比之下，目前的变频空调技术，不管是在节能省电，还是舒适性以及静音方面，都要优于定频空调，所以也是大家购买空调的首选。二、制冷冰箱。冰箱就制冷方式来说，分为制冷和风冷两种。过去家家都是制冷冰箱，一用就是7、8年，自然有它独特的优势，比如性能成熟、故障率低、节能省电、价格便宜。但是现在市场的制冷冰箱虽说没被完全淘汰，但购买的人却越来越少了。至于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买制冷冰箱了，我也给大家分析了几点原因。第一，制冷容积小，由于技术上的障碍，导致制冷空间有限，所以制冷冰箱有效制冷容积在300升以下，冰箱的容量小，注定无法满足多数家庭的囤菜需求。第二，制冷温度不均衡，因为制冷冰箱是动力制冷，制冷效率不平衡，常有食材冻伤或变质的现象。第三，冰箱内太容易结霜，制冷冰箱的结构使蒸发器直接暴露在外，会导致冰箱内结霜，而且不定期清除的话，冰霜会越积越厚，影响正常使用。综上所述，这些也是大家不愿意再购买制冷冰箱的根本原因。而反观技术升级的风冷冰箱，不仅容量大，而且制冷均衡效率高，更好地满足了家庭生活的使用需求。三、水槽式洗碗机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用洗碗机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也是越来越高。其中，水槽式洗碗机不仅兼具水槽和洗碗功能，而且能洗果蔬，拿取碗筷不用弯腰，在前些年可以说是销售火爆。但是，很多购买水槽式洗碗机的家庭，在使用后发现根本不实用，自身的弊端还真不少，所以也就导致了它跌下神坛，慢慢进入了被淘汰的边缘。说到水槽式洗碗机的自身缺点，我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点，容量偏小，清洗餐具的空间有限，这就导致它的实用性很差，大点的锅具放不下，碗碟稍微多点，要么排队洗，要么手洗，不能彻底解放双手，很鸡肋。第二点，技术落后，不能存储碗筷。虽然水槽洗碗机能满足基本的洗烘需求，但多数不具备消杀除菌性能，导致洗完的餐具不能存放，不及时取出会产生异味，滋生细菌。第三点，占用台面空间，维修麻烦。水槽洗碗机体积较大，会严重压缩操作台空间，对小厨房并不友好。而且，水槽一体式的维修成本也高。除此之外，水槽洗碗机的售价也不低，动辄5、6千的价格，还不如去买一台实用性更高的嵌入式洗碗机。不仅容量大，功能多，而且性能技术更成熟，自然就取代了它的地位，成为了洗碗机的主流产品。四、洗烘一体机。很多人买洗烘一体机，就是觉得它更节省空间，然后又能洗衣，又能烘干，应该很实用。但是买回家之后才发现，理想与现实差距很大，纷纷吐槽当了冤大头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奇怪，市面上一些低端的洗烘一体机，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技术方面也较为落后，无法满足大家的使用需求，被淘汰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就比如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，无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烘干容量小，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容量一般只有洗衣容量的3/2，如果超出的话，就会出现衣物潮湿、烘不干的情况。其次，干衣效果差，低价的冷凝式洗烘一体机烘干效果较差，干燥后的衣物缩水严重，还皱巴巴的。另外，耗时比较长，因为一体机的烘干电机小，容量小，这就导致干衣速度慢，耗时耗电是避免不了的。此外，多数洗烘一体机没有绒毛过滤功能，长期使用内桶会滋生大量细菌，影响健康。因此，建议有衣物烘干需求的家庭首选独立式的热泵干衣机，虽说价格略贵，但烘干衣物效率高，实用性更佳。五、激光电视。激光电视与传统的液晶电视相比，尺寸更大，与家庭投影仪相比，颜值更高。得益于这2点优势，曾经也深受人们的青睐和追捧。但是好景不长，
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后，产品的不足之处和缺陷也显露出来，因此也逐渐被推到了淘汰的边缘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激光电视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当作发烧友的玩具，不可能普及。接下来我来说一下它的缺点，你就明白了。一、画质效果差。虽然被叫做激光电视，但它并不是电视，只是个能发声的短焦投影机，所以画质方面自然和液晶电视比不了。万元以上的产品还不是真 4K。二、抗光性差，见光死。激光电视被吹嘘的护眼，其实就是为了遮盖对比度差、亮度低的缺点，特别是环境光亮的时候，画质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比如白天看还得拉上窗帘。三、更伤眼睛。虽然激光电视没有直射，对眼睛刺激小，但其实为了提高画质效果的抗光屏幕，亮度却一点不低，反而对眼睛伤害更大。此外，像投影仪通常都有的噪音大、寿命短、性能不稳定的毛病，激光电视也一个不落，而且动辄几万的价格真的毫无优势可言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想追求大屏的体验，还是建议首选75寸以上的液晶电视，画质好、清晰度高，而且价格也实惠，品牌机也不过4、5千元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以上这5种家电会被淘汰。归根结底，多数是因为自身的缺陷导致无法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，所以最终会被市场淘汰。在我看来，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新房装修、置办一些生活中所需的家用电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，家电是不是买的越贵越好？大多数不会选电器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掉进了品牌家电的坑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，真的不用一味的去追求新型的高端家电。对于生活中的刚需家电来说，实用才是第一位的。所以，我认为这6种家电根本就没有必要买贵的，不是瞎说，而是过来人的经验。一、电视机。你家电视有多久没开过机了？现在的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刚需了，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，已经沦为了客厅的一种摆设，所以真心没必要买太贵的。市面上一些进口的电视机，或是高端的型号，价格基本都在上万元，画质是好，功能也多，但对于1年也看不了几次的电视的家庭来说，基本就是浪费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买电视只是给家人的老人或者小孩子偶尔看一看，咱们就选个国产品牌的基础款就够了，价格在3、4千元的足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了。选购指南：尺寸，观看距离在3.5米的就买65寸的，4米以上的就买个75寸的，画质就选个 4K 高清的就足够了。内存，不玩游戏的话，买2+16GB 的就可以。品牌，国产品牌，认准海信和 TCL 就对了。二、冰箱。现在市场上的冰箱品牌也多，竞争也大，为了卖高价设计的附加功能也是越来越多，什么智能大屏、远程操控、定位抑菌等等，真的是五花八门，随随便便一台智能冰箱都给你卖到了18000元。但是这些高端冰箱我们真的需要吗？冰箱的作用无非就是食物保鲜，你买再贵的高端冰箱，用到的也就是冷冻和冷藏。与其去关注那些花哨的功能，还不如多去看看冰箱的容量和制冷效果，这才是选购冰箱的重中之重，没必要去浪费钱。所以，对于刚需家庭来说，花个2、3千元买个性价比高的基础款就行了，只要注意一下它的能耗、容量以及噪音这几个点就可以了。选购指南：容量建议直接选400升以上的，方便日常囤菜。制冷方式直接选风冷变频的，制冷效率高，不会结霜。能耗选1级的省电，选2级的性价比高。品牌，国产品牌，认准海尔、美的和荣升。三、油烟机。市面上油烟机的价格，便宜的和贵的相差好几倍，很多人觉得油烟机贵的就是好，其实你不知道的是，很多大品牌的油烟机的价格之所以贵，不是产品它自身有多好，而是商家花了大价钱在营销宣传上。其实油烟机的功能性很单一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风机，装上了一个外壳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大部分机器的成本也就是几百块钱，商家给你来个挥手感应、语音控制、油污自清洁啥的，价格直接飙到了5、6千，而实际上这些附加功能都很鸡肋，根本没啥实际作用。其实油烟机的主要功能就是吸油烟，而其他的功能都是营销噱头而已，而且功能越多，故障率也就越高，所以咱们选买一个吸力强、噪音小的就可以了。选购指南：风量不低于18米每分钟的就可以，如果喜欢爆炒，直接选20立方米每分钟以上的。风压低楼层选300帕以上的，高楼层直接选380帕以上的。噪音值越小越好，原则上不要超过65分贝，
款式追求款式和性价比的选顶息，追求性能和体验的选侧息。4. 指纹锁。现在给新房安装指纹锁的家庭也是越来越多，其实大家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出门可以不用带钥匙了，比较方便。其实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，你就算花上万元它也不防盗，所以说根本没必要花大价钱，咱们挑一个靠谱的品牌，买个1000元多的入门款就可以了。你记住，指纹锁的功能越少，电池就越耐用，它的结构越简单，反而越不容易坏。它只要能满足指纹、密码、钥匙这些基础开锁方式就足够了。选购指南：防盗级别认准 C 级锁芯就可以了。开锁方式只要具备指纹、密码和钥匙这3种解锁方式就可以。指纹识别咱就选半导体识别的，原理就和手机指纹解锁一样，方便还安全。品牌追求稳定性的，认准德诗曼和凯迪仕；追求智能体验的，就选小米和华为。5. 净水器。净水器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？其实绝大多数市政用水都是合格的，你烧开了喝是不会有问题的。但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想让水的口感更好，比方说水质的水够大不好喝，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安装净水器了。但是除了反渗透净水器，其他的其实也没太大的作用，因为只有反渗透净水器才能达到直饮的标准。不客气地说，目前高端的反渗透净水器就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。这东西说白了，几个滤芯加上一个水泵，再套上一个外壳，没什么高科技可言。它的核心就是一个2O 反渗透膜。市面上那些动辄卖7、8千的机器，要说和1、2千元的除了商标和外壳不一样，过滤出来的水质没啥区别，所以真的没必要花大价钱去交智商税。选购指南就是反渗透机器不要太贵，2000以内的就很不错了。滤芯要选好的， RO 膜认准大品牌。其次，问清楚整套滤芯更换成本，不然买得起用不起。大品牌的商家都是靠更换滤芯挣钱的，一定要选通用滤芯，不依赖任何商家，换一次也就200、300元。6. 洗衣机。在滚筒洗衣机没面世之前，家家户户都用波轮洗衣机，几百块的机器照样能把衣服洗干净。现在开始流行滚筒洗衣机，比传统的波轮洗衣机更加高大上，而且功能上越发丰富了，什么空气洗、杀菌除螨、带烘干功能等等。但实际上多一项附加功能，商家就多了一个加钱的理由，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真正用到的还是只有洗衣功能。所以说，不管你是2000元还是上万元的洗衣机，咱们只要看它是否能把衣服洗干净，这一点就足够了。虽然说高端洗衣机在洗衣和护衣性能上更好，对衣服的磨损会比较小，但是你舍得把昂贵的衣服丢到洗衣机里洗吗？大多数人不还是会送到洗衣店吗？所以说，家用洗衣机真没必要买太贵的，预算范围内选个噪音小、能耗低、洁净力强的国产品牌就可以了。选购指南：容量建议直接选个10公斤以上的，洗个大件的被套也很轻松。款式追求洗衣效率的买波轮，追求功能体验的买滚筒。噪音原则上，洗涤噪音值不超过62分贝，脱水噪音值不要高于72分贝。品牌国产品牌，认准小天鹅、海尔和美的就可以了。结语：总体来说，对于刚需家庭来说，买家电建议还是首选单一功能的，需求直奔主题，太花俏的功能尽量不要，这样才更实用。记住一点，功能越多越容易坏，而且价格也贵，很多附加功能其实根本用不上。新房装修，厨房设计尤为重要，尤其是对于烟机灶具的选择更为关键。那究竟是选择集成灶还是选择普通的烟机灶具，相信是很多业主比较关心的问题。集成灶作为一种新式的厨电产品，大家对它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，有的人说非常好用，真是烹饪的好帮手，也有的人说这玩意就是鸡肋，妥妥的智商税。那备受关注的集成灶究竟值不值得买？它相比于普通的烟机灶具有哪些优势和不足？我家集成灶用了2年多了，本期就和大家聊聊真实的使用感受。首先和大家说一下什么是集成灶。集成灶其实就是由机顶、灶具、消毒柜、蒸箱、储藏柜、集烟枪、风轮、电机等等来组成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多种电器的集成组合，常见的就是2+X 组合，其中2代表的是烟机和灶具， X 代表是个性选择，比如集成的消毒柜、烘干柜、蒸箱、烤箱等多样化的选择，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灵活搭配，满足不同家庭的使用需求。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集成灶？它的优势在哪？一、吸油烟效果好。集成灶在吸油烟方面是有绝对优势的，
这主要是因为它是采用侧吸下排的方式，吸烟口离灶台会更近，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油烟不过脸。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集成灶油烟吸净率都可以达到95%以上，相比于传统的烟机，无论是侧吸还是顶吸，油烟在空气中停留的距离都是过长，在这点上是无法和集成灶进行比拟的。我家2年使用下来，虽然没有进行专业的检测，但做饭时的油烟明显变少了。2. 更节省空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新房户型一般都是大客厅、小厨房，我家也不例外，因为厨房比较小，所以对于厨房设计如何利用好空间就变得尤为重要。集成灶的特点是不占用吊柜的空间，比传统烟机能多出1米吊柜的储藏空间。第2点就是它的集成功能不需要再单独购置所需电器，比如我家的这款，除了烟机灶具外，还具备蒸烤和消毒功能，满足实用性的同时，更大程度的节省我家厨房的空间。3. 颜值高，档次高集成灶还有一点比较吸引我的，就是颜值颇高，它是把烟机、灶具组合成一体机，所以在外观设计上更好看，给人一种高端大气的感觉，尤其是在厨房设计上，和橱柜搭在一起，整体性更好，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厨房的装修档次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审美是不同的，这也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。集成灶这么好，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买？它的不足之处在哪？1. 价格太贵。集成灶之所以市场销量不高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价格太贵。像市面上的传统烟机，4、5千块钱价位的，基本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品牌套装，但是这个价格的集成灶，大概率只能选到个入门级别的低端产品，不但功能少，品质也很难保障。稍微带点功能的品牌集成灶，基本都在1万元以上。像我家这台当初入手时就花了12000个大洋。据我了解，这个价格的产品也是集成灶市场销售的主力军。换言之，和普通的烟机灶具相比，这个价格也确实太贵了，很多消费者根本不愿意在这方面花太多钱。2. 功能实用性不高。上面也提到，集成灶是属于多种电器组合，但功能实用性并不高。比如，就拿最常见的蒸烤箱和消毒柜功能来说，首先集成灶并无蒸烤技术积累，换言之，相比专业的蒸烤品牌机，在性能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其次，因为排烟机和机身内部管道占用很大空间，导致消毒柜或者蒸烤箱容量非常有限，主要原因是进深不足。另外，如果家庭不需要消毒柜的话，那么消毒柜的功能就显得比较鸡肋，而且也没办法改成其他的功能。3. 维修比较麻烦。集成灶是一体化的集成设计，属于多模块的电器组合，这就导致后期一旦出现故障，维修更换都比较麻烦，可能一个零件坏了就会影响整机的使用，而且集成灶的内部设计也比较复杂，部分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返厂维修，这就相当的麻烦了。当然，现在的主流集成灶大多数采用的是独立模块化设计，维修起来相对会省心很多。4. 有安全方面的顾虑，很多人不买集成灶也是担心有安全问题。很多消费者对于集成灶的印象还停留在第1代产品上，那时候因为技术不成熟，确实有过爆炸的新闻。不过集成灶经过3代发展，已经可以避免深坑式集成灶的安全隐患。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市面上一些3无产品组装机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是安全是没有保证的，建议大家买集成灶还是要认准大品牌，比如像美大、火星人、森哥、益田等，在产品质量和售后方面都有保障。总结一下，集成灶值不值得购买？首先，你要知道，不论是任何一种电器产品，都不可能做到100%完美，对于集成灶也是如此，有优点就会有不足，是否值得购买，完全看个人的自身条件和需求。在我看来，如果家里做开放式厨房，就比较适合选集成灶，毕竟它在吸油烟方面要强于传统烟机，而且颜值和档次也够用。另外，家里的厨房空间太小，也可以选择集成灶，空间的合理利用率更高。换言之，如果考虑购买成本，还担心后期维护问题，那不如选择传统烟机灶具更实用。